我看韩光君是同他认的，想必是旧友吧，我们别瞎猜了，韩光君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吧。思追倒是从莫家庄开始，就对眼前这个人充满了好感，虽然他一直戴着面具，还没看到过庐山真面目，但是就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。没办法呀，韩光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们总不能把他扔这儿吧。景怡虽然有10000个不愿意，但还得遵从命令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蓝湛看到思追和景怡还没走，又看看躺在自己榻上的魏婴，缓缓站起身来。是，韩光君，我就守在门口。思追想了想，虽然这人看着亲近，但是毕竟是来路不明之人，还是谨慎些为好。不必，思追回房休息吧。是。思追心中一惊，这人到底和韩光君是什么关系？为何韩光君对他如此放心？走吧，思追。景怡看到思追还愣在原地，拽了拽他的袖子，两个人一同转身离开。蓝湛慢慢坐到床前，然后解开魏婴面具的带子，缓缓将面具摘下，那张曾经骄傲恣意的脸又出现在他面前。16年了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蓝湛伸出手，他觉得这是个梦，会不会再触碰到的一瞬间，眼前的人就会消失不见。他缩回了手，站起身来，还是让这个美梦持续一段时间吧，他不想亲手毁了这个梦。忘记，你是各家仙门的楷模，你要救那个魏婴，已经是大逆不道了，现在又带回来这个孩子，你不怕再受界边惩罚吗？叔父的怒吼还回响在耳边，当初他就这么抱着思追，跪在叔父房门前。即使受界边，这孩子也是无辜的，如果养在云深不知处，给予好的教育，他是会成为栋梁的。蓝湛一字一句，铿锵有力。他毕竟是温氏的余孽，你何必？叔父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况且他才2岁，从前的事儿他都不会记得，我也不会让他活在仇恨里。叔父，就答应忘记吧，他现在就这么一个精神寄托了，难道你要逼死他不成？蓝曦臣看到弟弟伤还未愈，就跑来替温苑求情，去后山跪着，跪3天3夜，如果你还执意如此，那就你来带这个孩子。蓝启仁知道自己已经拿这个侄子没办法了，他简直像极了他的父亲。云深不知处下了3天瓢泼大雨，蓝湛就在这大雨中跪了3天3夜，旧伤复发，最终昏迷在大雨中。忘记，你这样为了魏无羡，真的值得吗？蓝曦臣抱着弟弟滚烫的身体，心疼的泪流满面。你对他的已经情至意尽了，放下吧，他不会回来了。魏婴，如果你回来，可否第一时间来寻我？蓝湛嘴里喃喃地念叨着，他不知道自己得等多久。蓝湛，放手吧。魏婴。蓝湛猛地坐起身来，才发现自己又做噩梦了。忘机。蓝曦臣在一旁看书，看到弟弟醒来，几步从书桌旁走过去。兄长，我。蓝湛觉得自己已然浑身湿透，他现在只有在梦里能看到魏婴，但是每每做梦都是噩梦。出了一身汗，还好不烧了。蓝曦臣摸了摸弟弟的额头，才松了口气，起身准备去给他倒水。兄长，蓝苑呢？这几日发生了什么？蓝湛明显还没从噩梦中回过神来，突然想起自己把温苑从乱葬岗抱回来了，乱葬岗只剩下温苑一个人，可能是被藏到树洞里没有被发现，这才幸免于难。你不必担心，那孩子很乖巧的，我已经安排他和其他弟子待在一起了，小孩们嘛，在一起就玩疯了。蓝曦臣提到温苑那个孩子，脸上也是挂着笑意，但是那孩子大病一场，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温家人了，也不曾记得魏无羡这个人。我睡了很久吗？有没去找过魏婴？蓝湛突然想到，如果魏婴掉下悬崖并没有死，会不会有这个可能？你的伤势太重了，现在没有办法走路，也没办法遇见。蓝曦臣摇摇头。怎么会？蓝湛挣扎着要起来，蓝曦臣也不去阻拦他。他发现自己后背的伤势竟然这么严重，他将双脚放在地上，却发现腰完全没有力气，整个人趴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我想去寻他。蓝湛绝望地闭上眼睛，泪水划过脸颊，他坚信魏婴在哪个角落里等着他，那3个月不得他踪迹的感觉又袭上心头。江家已经去寻过了，
是江宗主亲自去的。蓝曦臣慢慢走过去，把弟弟扶起来，将他扶回床上。江婉莹去了，那结果如何？蓝湛的眼眸瞬间沉了下来。江澄在不夜天失去了姐姐，他已然将所有的恨归结到了魏婴身上，下悬崖去寻他，恐怕也是确定一下他是否身死。崖底白骨累累，